1994年12月，俄军与车臣武装在格罗兹尼展开巷战，双方无论胜方还是败者，最终都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。28年后，在乌克兰的巴赫穆特，俄乌血战将整座城市摧毁。如果说有一种战斗能让百战老兵也感恐惧，那大胖兵只能给出一个答案：巷战。那如果地表最强的美军遭遇巷战，又将如何应对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来聊聊伊拉克的费卢杰巷战。2003年2月5日，联合国大厦内正在进行安理会第4701次会议，讨论伊拉克和萨达姆的最终命运。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掏出了一管装着白色粉末的试剂瓶，信誓旦旦地证明萨达姆已经拥有了强大力量。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鲍威尔手中的不明物质搞不好只是洗衣粉而已。这便是洗衣粉事件的原始出处。而这件事也让布什政府在1个半月后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，而此时真正出兵的只有英国、澳大利亚和波兰，其中英国出兵最多，也就4.5万人。与其说是多国部队，倒不如说是美英联军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战争进程。战争爆发仅3个星期后，美军就顺利进入了巴格达。萨达姆政府的官员们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他们完全放弃了抵抗，把心思都花在了逃跑规划上。很快，巴格达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，直到美军的后援进驻后，这里才逐渐稳定下来。但是在美军触及不到的地方，情况则完全没有好转。零元购现象更是家常便饭，当地的各派系为了抢地盘、抢人大打出手。今天还是光杆司令，明天拉几个人，可能就是最强地头蛇了。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的美国大兵们，陷入到了一场看不到对手的治安战之中，而2次费卢杰之战就是乱局中最极端的案例。费卢杰位于巴格达以西约70公里处，是伊拉克连接约旦和叙利亚的重要交通枢纽。2003年，费卢杰约有30万人口，整座城市布局相当混乱，街道密集狭窄，各种高墙包裹着2层小楼，且出入口繁多，街道间毗邻相连，可以说是天然的巷战堡垒。另外，当美军直捣巴格达时，很多政府军脱下军装，带着武器就衣锦还乡了。再加上大环境是军阀割据状态，军民根本就分不清。而进驻此地的第82空降师则是眼不见心不烦，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很单纯，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建立亲美政权，接着班师回国。你要说在此常驻，开什么玩笑？结果就是美军只控制了部分市区，比如水电站、交通枢纽等关键地点，这让那些对美军保有希望的人也都倒向了混乱。当地的各种帮派军阀更是火上浇油，再加上伊拉克政府的尿性比萨达姆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下当地的有志之士更有发展前途了，一副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样貌。2003年4月28日，数百名费卢杰民众走上街头，就在第82空降师的士兵驱离人群时，混迹在人群中的不明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，暴乱的种子就此埋下。类似事件越来越频繁，直到2004年3月底，黑水公司的4名雇员遭到伏杀，成为导火索，并被记者们传遍了世界。恰逢此时，又赶上小布什总统竞选，想要树立强硬形象拉选票，可从军事角度而言，这种零散的袭击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前线美军也多次建议决策层不要大动干戈，可在小布什心里，拉票明显重于稳定，于是他打算整治费卢杰这个出头鸟。袭击发生的3天后，小布什批准了警惕决心行动。陆战一师在冯狗马蒂斯的指挥下接手了第82空降师的位置，他用了不到24小时就做好了进攻计划。这个计划总共分为3步：封锁、作战和战后处理。考虑到费卢杰的地形对武装分子有利，他没有让士兵开着坦克从一个方向长驱直入，而是将4个步兵营布置在城市的4角，目的是以区域压迫的方式不断收缩包围圈。战斗打响后，5团1营从费卢杰东南角发起进攻，向舒哈达工业区推进；1团2营从西北角发起进攻，向约兰居民区推进。配属在城市东北和西南方向的4团3营和2团2营暂时按兵不动。之所以没有让4个营同时突袭，是马蒂斯想要分散城市中的武装分子，驱赶到一条更为集中的轴线上，再包围歼灭。
美军虽然投入了 1.8 万人，但真正行动的只有3000人，与城中零散的武装人员数量相当。可散兵游勇终究不如有组织的军队。美军很快拿下了城市的1/4，马蒂斯的战术初见成效，但巷战的可怕也开始凸显。现实当地的武装分子把医院当成了表演的舞台，故意吸引美军在敏感地区交战。舆论场上的可想而知，当全球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些画面后，美军成了残暴的代名词。来自各方的谴责淹没了白宫，直接影响了小布什竞选，他自然也就不想再打下去了。开战仅仅5天后，停火的命令就送到了马蒂斯手中，这让他大为恼火，因为根据他的估算，可能最多3天就能彻底击溃敌军，而现在收手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但军令不可违，随后他被明升暗降，离开了一线。第一次费卢杰之战因为政治压力匆匆开局，最终又因为政治压力草草结束，向人们充分演绎了什么叫做战争只是政治的延伸。战后，费卢杰当地的部族首领向美国和伊拉克政府提议，说把当地人组织起来，成立一支部队，赶走城里的武装分子。布什政府见有人接手这个烫手山芋，立刻就同意了这个提议，而提供了先进的美式装备，费卢杰旅就这么诞生了。2004年5月，美军离开了费卢杰，但烂泥终究扶不上墙。没多久，费卢杰旅就爆出了丑闻，副指挥官贾西姆·萨利夫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大清洗。伊拉克政府解除了萨利夫的职务，旅长见势不对，脚底抹油。接着，下面的士兵成为了中间商，倒卖枪支，司空见惯。更离谱的是，甚至有人带着装备就加入了对方。到了2004年9月，成立不到1年的费卢杰旅名存实亡，美国只得将这支土部队原地解散，就相当于把一个旅的装备白给了武装分子。这下费卢杰就成为了一个反美集中地，来自各地的武装分子纷纷来投。很快，武装人员达到了4000多人，简易爆炸装置随处可见，自爆卡车成了交通工具，整个城市武装成了巨型堡垒。更有情报组织透露，美军悬赏2500万美元的扎卡维也来到费卢杰。2004年10月13日，伊拉克临时政府勒令费卢杰交出扎卡维，但当地武装一口回绝了政府。随后，美伊联军再次包围了费卢杰，第二次费卢杰战役迫在眉睫。美军依托强大的谍报系统摸清了城内的布防情况，他们发现当地的武装分子大部分集中在城南，而且建立了一个层层阻击的防御体系。但对于美军来说，这些都是透明的信息。很快，美军就用空投传单等手段劝离全城80%以上的居民，而且还在外围进行了4天的靶点行动。11月2日，美军战机空袭了城南的目标，轰炸过后是陆战队进行扫荡，做到精准打击武装分子的据点。这样的行动持续了3天，到了6日，美军在城南发起佯攻，这让城内的死硬分子确认美军的主攻方向就在城南。然而这一夜却是最后的宁静。第二天早上，美军火炮开始洗地，炮轰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。当夜色完全笼罩了整个城市，美军先锋小队悄悄摸进了城镇。这次他们吸取了教训，率先对费卢杰医院发起突袭。由于没有电，拥有夜视仪的美军很轻松就拿下了医院。接着，美军控制了城内的2座大桥，友军封锁了城东。在城南有骑兵第1师第2旅以及伊拉克政府军，城北则是美军的主攻部队。这下武装分子彻底被包围了。可关键时刻，伊拉克政府军再次掉链子，大量士兵临阵脱逃，但美军没有时间追赶他们，而是独自撑起了战场。11月8日，美军同时在城北和城西发动了2次佯攻，这下城内的武装分子彻底蒙圈了。到处都是美军的火炮声，主攻方向的错乱让他们组织的防御工事也出现了松动，很多人开始玩起了游击战。到了晚上7点，美军2个团级战斗群在装甲车辆的掩护下，越过费卢杰北郊的铁路线，对城市西北角的约兰居民区和东北角的哈德拉清真寺发起攻击。在美军身后是5个还没逃跑的伊拉克步兵营，在后面是民政部队和海军工程兵，他们的任务是恢复秩序和清扫道路。面对美军的推进，各自为战的武装分子很无力，企图利用地形优势打美军的黑枪，但美军早就看破了这一点，没有给他们游走的机会。战斗开始仅过了10分钟，美军就突破了第1道障碍，武装分子立刻化整为零。
以4到12人为一小队，躲在加固的房屋内或屋顶上向美军射击。可由于缺乏夜视装备，这些攻击基本是瞎打。美军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迅速清理前进道路上的路障，后面跟着的坦克、步战车加火炮，天上的武装直升机全力掩护步兵推进。为了减少伤亡，步兵采取非接触性作战，即一旦遭到阻击，便迅速后撤，然后召唤后方火力支援，对目标进行定点清除。不适合轰炸的地方就上狙击手，清除敢于露头的敌军。美军电影《狙击手》的原型克里斯凯尔便是参与此次战斗的海豹狙击手之一。第2次费卢杰战役期间，凯尔凭借一把 Mk13莫雷伊狙击枪干掉了40名武装分子，成为了美军的传奇狙击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军1980年代曾认为坦克不适合在城市巷战中作战，但在第2次费卢杰战役期间，美军将坦克连拆成6+8模式，即6辆坦克掩护一个步兵营，8辆掩护另一个步兵营，每2辆坦克为一组，掩护一个配属步兵战车和AAV 7型2栖装甲车的步兵连，同时还配属一台第9型装甲推土机，负责为步兵推除围墙、街垒等障碍。随着美军深入城市核心区，武装分子总算大概明白了美军主力在哪儿。驻守在费卢杰南部的部分武装分子开始掉头回援，但他们的行动对美军来说完全是单方面透明，只要走到大街上，很快就会被美军瞄准。11月11日，2个团级战斗群在城内会师，美军完成了对费卢杰北部地区的控制，武装分子彻底转入地下，躲进了房子里，等到美军进屋再贴身肉搏。可游击战的精髓就在于游，一旦你自己不动了，那结果就只能是丧命。11月12日晚上，费卢杰城中大规模聚集的武装分子被击溃，美军随即展开扫残行动。11月13日，美军集中兵力扫除了武装分子，在城南的最后一个据点，被围困的300多名武装人员最终投降。3天后，美军宣布完全占领费卢杰。此后的1个月只剩零星战斗。2004年12月23日，第2次费卢杰战役彻底结束。好了，费卢杰的战斗就说到这儿吧。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